苦攒钱却买不起房，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财富在悄悄缩水？别再被通胀绑架了。今天我们将揭示一个简单却极其强大的投资策略，就是 Wait and Chill， 让你躺着一键赚取全球经济增长的钱，通过 Buy and Hold 有钱就买永不卖出的策略来最终实现财务自由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必须投资呢？这也是来自于通胀的隐形威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印钞的时代，新冠疫情后，全球各国政府超发货币，现金呢持续贬值，物价更是飞涨。IMF 数据显示呢，2008年到2023年，全球平均通胀率高达 2.8%。而发达国家的房价，比如美国、英国，年均上涨 4% 到 6%， 远超工资 2% 到 3% 的增长。来自于 OECD 的数据。你是否觉得辛苦攒钱却买不起房呢？以美国股市为例吧，自1971年8月以来，标普500在54年的回报是55倍。但 Bloomberg 指出，如果以黄金来计价的话，过去54年标普500指数的回报几乎为0，这反映了货币购买力下降。不投资的话，您的财富将被通胀蚕食。所以说呢，投资是我们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必经之路。沃伦·巴菲特也曾经警告说，通胀是财富的隐形杀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选择全球股市来投资。既然投资是必然，那么该投什么呢？我们就推荐全球股市。全球海外投资者最常用的口号是 Wait and Chill。那么为什么要投资全球市场呢？因为我们相信全区经济不断增长，国家强比重大，弱国权重小的指数优势。全球市场涵盖了美国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。无论您相信星条旗永不落，G7统治世界，还是新兴市场终将崛起，这些最终都会在全球指数里得到体现。VT 追踪的指数 FTSE Global All Cap Index 通过市值加权、全面覆盖和定期调整，动态分配美国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权重。调整原则呢，是基于自由流通市值和流动性，来确保指数自动适应全球经济变化。投资者无需关注宏观经济，就可以通过 VT 来实现分散投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从2008年到2004年主要的调整如下。2008年呢，美国 50%， 发达市场除美国之外 40%， 新兴市场 8% 到 10%。2015年，美国 55%， 发达市场除美国之外 30%， 新兴市场 12% 到 15%。2024年呢，美国 59%， 发达市场除美国之外 30%， 新兴市场 10%。美国的权重呢，因为科技股和经济优势，从2008年的 50% 增至 59%。新兴市场受中国市场波动，从 15% 降至 10%。发达市场除美国之外保持稳定。中国受监管影响，权重从 10% 降至 4.5%。总结全球指数就是：第一呢，权重可以反映各公司、国家或者地区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经济规模，自动分配强国权重大，弱国权重小。第二呢，股票权重基于自由流通市场，也就是 Free Float Market Capitalization， 即扣除非流通股如政府或内部持股后的市值。第三呢，投资可得性，也就是外资持股限制，即国际市场的流动性。
么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呢，投资最靠谱的方法就是直接买指数基金。炒股靠感觉吗？选个股？这些都太冒险了。投资大师约翰·伯格尔，也就是 Vanguard 的创始人，曾经说过，不要寻找针尖，买下整个干草堆。共同基金常识中所提到的也是这样的， VT 正是这样的干草堆，一键投资全球股市，无需操心选股或选择时间。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ETF 于2008年6月24号成立，追踪富时全球全市值指数，覆盖了67个国家，9689只股票。VT 覆盖美国，比如苹果、微软；欧洲雀巢、LVMH；亚洲台积电、腾讯等巨头，动态调整，确保捕捉全球增长。比如呢，2008年 VT 成立的时候，主要涵盖金融约占 20%， 能源约占 15%， 科技苹果、微软权重较低。等到2025年 VT 主要由科技 23.3% 和通信服务 7.75% 占主导，金融 17.6% 次之，能源 4.15%， 权重显著下降。投资指数基金的主要优势呢有下面一些。第一呢，极致分散，覆盖全球市场，大大降低了单一国家或者行业风险。即使美国科技股暴跌，新兴市场也可能补位，为你提供缓冲。第二点呢，全球资金青睐，连挪威主权财富基金、加拿大养老金，甚至哈佛、耶鲁基金会都在采取同样的策略，分散投资全球股票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复利的魔力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秘籍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看一下 VT 30年回测以及 FIRE 数据。过去30年以来呢， VT 年化回报约为 8.16%， 标准差也就是波动性 18.52%， 最大回撤是 58.35%， 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恢复时间约为69个月。也就是说呢，1995年5月投入1美元，2025年5月的回报是 10.52 美元，大约30年10倍。对于追求 FIRE 的投资者来说呢，过去30年 VT 的安全提款率就是 SWR 是 6.36%， 永久提款率也就是 PWR 是 5.0%。这意味着如果你有100万美元，退休后30年内每年可以安全地提取 6.36 万美元，而不耗尽本金。那么相比单一市场，比如标普500或者新兴市场 ETF， VT 的全球分散降低了波动，适合追求稳健的投资者。伯格尔曾说过， VT 让普通人也能投资全球经济。因此呢，我们通过投资全球全市值指数基金，几乎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能够获得全球股市的整体平均回报。那么如何投资全球指数呢？富时全球全市值指数或者 MSCI ACWI 追踪全球指数，覆盖约9000到9800只股票，价格走势相似，建议选择规模大、管理费低的基金。全球指数投资呢，分为 ETF 和共同基金两种形式。ETF 比如 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ETF， 也就是 VT0.07%， 和 iShares MSCI ACWI ETF， 其中 ACWI 0.32%， 可以通过券商账户交易优先购买 VT， 因为它规模最大，368亿美元，费率最低7%。共同基金比如 Vanguard VT WAX，最低呢3000美元，适合401 KIRA 的定投。
所以总结起来呢，就是说应税账户选 VT 以优化税务，退休账户选共同基金，比如 VTWAX， 便于自动定投，优先选择低费率，长期持有，享受全球市场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么好的基金，中国投资者怎么买呢？如果您是在中国境内，可以通过 QDII 基金曲线投资、嘉实全球价值机会和公益全球精选这两只主动性 QDII 基金，它们跟踪 MSCI 全球指数，业绩曲线和 VT 高度重合。您可以在天天基金、支付宝、微信、京东等平台轻松购买。嘉实全球价值机会的比较基准呢，涵盖了 20% 的沪深300，但也与 VT 的走势高度贴近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复利的魔力，它充分地诠释了时间就是金钱。巴菲特曾经被问到，他的投资方法这么简单，为什么没人复制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，这就是复利的魔力。查理芒格也曾说过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那么如果假设您的退休目标是每年支出4万美元，根据 4% 的菲尔法则，需要在60岁达到100万美元。根据复利公式，以 8.16% 的年化测算，如果是一次性投入的话，假设在30岁一次性投入 9.51 万美元，年化 8.16%， 在60岁可以达到100万美元。但是如果您晚5年，也就是35岁才开始投入，就需要 14.07 万美元本金，时间成本也激增近 50%。那如果是每月定投呢？如果从30岁开始，每月定投650美元，在60岁能达到100万美元，而35岁开始的话，在60岁能达到100万美元，就需要每月定投1024美元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就是越早投资，成本越低，回报越高。那么VT and Chill 的核心理念就是有钱就买，永不卖出。不要妄想低买高卖，更不要去盯 K 线图，相信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，让复利充分发挥作用，避免情绪化操作。VT 就是普通人实现全球投资的捷径，它极致分散，稳健回报，无需选股，只要全球经济持续增长， VT 就会为你带来长期回报。别再等什么最佳时机了，现在就行动。你喜欢这期视频吗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赞并支持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会尝试 VT 全球投资吗？我们也会继续其他的 Buy and Hold 策略，让我们一起迈向财务自由。